陆野，老班的眼神都快把你千刀万剐了。倒数第一啊，这次考试又是倒数第一。放心，我这叫战略性养神。你看这函数图像，跟我昨天打末日求生的迷宫地图一模一样，越看越困。哎，老班人呢？外面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高一的年级第2吗？他咋和保安干起来了？不对，他的肘关节弯曲角度超过了人体工学极限，而且你看，保安的胳膊。我去，怎么和我昨天打的游戏那么像啊？是丧尸！班长，那他会不会怕数学题？我这儿有张上次月考的满分卷复印件，是我从老班那儿偷的，要不扔出去试试，说不定能把他难死。别开玩笑了，怎么办啊？万一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那我们岂不是全都会死在学校？这不是隔壁班的第1名吗？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别不祥了，跑啊！完了，要死翘翘了！我下辈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洗过澡的，真的。你们什么眼神啊？我真的天天洗澡。搞什么呀？我这是被一个丧尸嫌弃了吗？陆野，他为什么不吃你？刚刚他朝我扑来的架势，简直是要把我活剥了生吃！你看看我这胳膊，都被他的爪子刮到了。哎呀，总不能丧尸只挑学霸吃吧？我成绩差也不是1天2天了，这难道还成保命技能了？哎呀，不管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快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去宿舍，那里可以反锁门。大哥，我们逃命呢！哎，命都快没了，还抱着这堆书干啥？等下丧尸真追上来了，你用5年高考拍他天灵盖啊！回宿舍刷题啊！末日归末日，学习不能停。月考倒计时还有7天呢，我可不能因为丧尸危机就掉了年级第1的位置。我的老天爷呀！李牧阳，你真是学霸中的选王。等全校变丧尸，你等让丧尸老师给你监考吧。到时候考不好，丧尸还得咬你一口。姐，你跟着我没有是为啥？你成绩也不差，跟着我这学渣不怕丧尸优先盯上呀？事发的这么突然，我室友全跑没影了，我一个人不敢待着。慕言，我可是你同桌，平时作业都见你抄，考试还偷偷给你递答案，你忍心见死不救吗？哎，行，哎，算我服了你了。看在每次你给我作业抄的份上，还帮我打掩护逃课的份上，带你一起走。不过说好，遇到危险我可顾不上你啊！我去！完了，这纯属私人怨。上次他抓我逃课，我翻墙把他甩掉了，还冲他做鬼脸，竖中指，这是我错了。对不起主任，我以后真的重新做人，上课认真听讲，再也不逃课了。你别吃我呀！我脑子笨，不好吃的。太笨了，脑子空，太笨了。丧尸还真不吃学渣呀！陆野，你这年级倒数第1的成绩，居然成了保命符。那我俩岂不是很危险？江琪琪，咱俩年级第1、第2啊！平时让你俩少学点，别那么卷，你们偏不听，说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精得很。哎呀，没想到啊，学渣居然是末日的金手指，这哪是丧尸末日，这简直就是学霸末日呀！以前怎么就不觉得教室到寝室的路这么长呢？等一下，你俩一定要保护好我呀！你和李牧阳简直就是行走的高智商食物，这一路碰到的丧尸都能组个足球队了，跑啊！你干什么？逃命的时候突然改邪归正，想学习吗？哎，下辈子再说改邪归正的事儿，这辈子先好好活着再说。我的练习册。你还要吗？我不要了。
这也太恨了吧！仇富的见得多，仇成绩的还是第一次见。也是让我吃到学渣红利了。也不知道学校外面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会有丧尸啊？我书包里就这些了。陆野，你有什么存货？你居然偷藏手机！我的好班长啊，不然你以为我每天用什么打游戏？在脑子里模拟打吗？这不是我们学校后门的小吃街吗？根据疾控中心和国家科研院联合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市重点高中丧尸病毒已经向外开始蔓延，但是丧尸病毒并非无差别感染。实验显示，丧尸优先攻击大脑神经突出密集、思维活跃的人群，而对大脑活动较少的人群攻击性显著降低。当聪明的人类全部被意识同化，人类文明是否会被毁灭？人类该何去何从？目前我们尚未完全明确丧尸挑食的根本机制，但初步判断与人类大脑中的质元素相关，质元素含量越高，越容易被丧尸锁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保持冷静，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而本市重点高中也会全面把控和封锁。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丧尸真的偏爱学霸，会率先吃那些脑子聪明的人。病毒为什么会先在我们学校爆发？我们也不能一直躲在宿舍里，万一外面的人也没想出办法救我们怎么办？人是铁，饭是钢，总不能饿死吧？不过肯定也不能坐以待毙。就算我有学渣金手指，能躲这一时，万一你们学霸全变丧尸了，那我还是死路一条。所以为了活下来，晚上我们得去趟食堂。你想清楚，食堂在1楼哎！你刚刚经过的时候没看见全是丧尸吗？怕什么？我早就侦查过了。食堂后厨有个送菜的小后门，平时锁着。但是我上学期翘课去帮食堂大叔搬过白菜，看见他钥匙藏哪儿了？翘课搬白菜？哎呀，和你们学霸讲不巧，搞好关系能多打点肉给我呀，不然你以为我每次餐盘堆得和山一样是怎么来的？是靠脸吗？总之，计划就是潜入食堂，拿取物资，保住小命，安全返航，能不能做到？太好了，我宿舍还有个泡面锅，这下真的不用担心饿死了。这袋至少有10斤，这么沉，怎么带回去啊？哎呀，大学霸们，体育课能别在我教室做题了吗？锻炼呢，锻炼！等着吧，陆野，等丧尸潮结束，我一定练成肌肉男和你决一死。嘘。陆爷，宿舍有我买的2箱泡面，我床底下还有1盒面包，记得一定要把我做完的那几套题收着，丧尸结束之后可以去书店换另一套题，别让我的心血白费。大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快被丧尸堵墙角了，你还在交代这些有的没的，能不能想想办法呀？咱们得活着出去才能吃泡面做新题呀。江极限，左前方3米，面粉袋后面有空麻袋，快，扔给我1个，用它装食物，咱们趁机溜。陆爷，我教室桌斗里面的饭卡还有50块，你记得要帮我用完，别浪费啊！最好买2包我爱吃的草莓味辣条。大姐，你怎么也说上遗言了？咱们还有机会跑，别动不动就交代后事，行不行？集中注意力。扔过来，引他往那边去。学霸，你真是谋杀队友啊！我让你引丧尸，不是让你砸我。别愣着，赶紧装食物，快装完咱们就跑。
辣椒粉？谁喝到辣椒粉了？快给我拿过来！跑！往后面跑，别回头！现在怎么办？这么多丧尸围过来，我们回不去宿舍了。天无绝人之路，上车！这3轮车就是咱们的逃生神器。你会开吗？这可是3轮车，不是自行车。放心，我上学期帮后勤王大爷送过半个月的垃圾，这条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开，稳得很。你咋啥都干过？逃课、帮食堂搬白菜、给大爷送垃圾，你这高中生活也太丰富了。你管这叫稳？感觉下一秒就要翻车了。坐稳了，秋名山车神附体！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车技。他爬起来了，又追上来了，后面还有好几只，越来越近了。李牧阳，番茄酱，快拿出来扔他们！红色的东西说不定能干扰他们。有用别管他，继续扔，把剩下的都扔出去，争取时间。对不起啊，陆野，你头上这个包还疼吗？都怪我，当时太紧张了，没控制好力道。没事没事，小事而已。至少这包证明了一件事，你体育真的不行，连个苹果都扔不准。以后可别说你体育及格了啊！太好了，这些食物够我们吃至少2周了，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但刚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丧尸对番茄酱有反应，这不是偶然。反应？可能是条件反射吧。他们说不定以为是血，所以停下来看了看。不止，他们试图清理脸上的东西，这说明他们还保留一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记忆，比如弄脏了要擦掉。如果他们真的保留着生前的习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比如他们熟悉的东西引开他们，这样以后出去找物资就安全多了。有这个可能，比如之前教导主任丧尸还惦记着你的考勤单，张胖丧尸只追着我跑，现在又对番茄酱有反应，这些都说明他们的记忆没有完全消失。那下次我们可以试试带点其他东西，比如书本、文具，看看能不能干扰他们。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再想这些。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他们还保留哪些记忆和行为模式，比如之前教导主任还惦记着你的考勤单，助教丧尸对着我的练习册发呆，就能利用这些弱点，这样就不会死路一条了。不管怎么样，今晚咱们从食堂满载而归，绝对算大获全胜。学霸们，来点垃圾食品，补充能量。这种食品还有大量添加剂和防腐剂，对心血管和肠胃健康都不利，而且热量超标，长期食用会导致……李牧阳，都世界末日了，丧尸追着屁股跑，还管什么健康指标啊？适当下调到能活着就行了。先过嘴瘾再说。哦，对了，刚才那个专家说丧尸挑食和质元素有关，你们说，如果我这种学渣脑子里的质元素特别少，那你就是丧尸眼中的清汤挂面，而我们是满汉全席，寡淡无味。而我和江琪琪就是配料丰富、香味扑鼻的满汉全席，是他们的首选目标。所以陆野，你可能是我们中最安全的护身符，以后出门必须把你带在身边，挡在最前面。看见没？学渣的春天来了。等丧尸潮结束，我要出本书，名字就叫《学渣幸存指南》。
不过说真的，下次行动前得给学霸做个投掷特训，扔苹果都能砸队友，下次扔武器岂不是要误伤自己人？致元素高就会被优先攻击，学霸们个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如果我们能想办法降低致元素呢？比如让李牧阳少做点题，少动脑子。第1条，学霸是丧尸的重点关注对象，相当于移动引诱剂，但也是团队里的智囊、稀缺物品，必须重点保护。第2条，食物永远不嫌多，能囤多少囤多少。第3条，丧尸可能保留生前的习惯，比如教导主任忌考勤，助教爱做题，这些弱点可以利用。第4条，团队合作很重要，哪怕队友扔苹果能砸死人，也得互相罩着，一个都不能少。天快亮了，明天又是一场硬仗，得好好活着，把这本手册写得更厚一点。根据计算，我们昨晚获取的食物总量为18.5公斤，其中挂面5包，罐头10个，卤蛋20个，还有若干榨菜和辣条。按每人每日最低热量摄取1200大卡计算。学霸，大清早的别跟着念紧箍咒似的算这些，听得我头都大了，严重影响视乐。有这功夫，不如想想怎么把火腿肠煎得更香。丧尸数量比昨天多了，你们看图书馆方向，至少聚集了30只。他们好像在排队。什么？他们难道还想进图书馆？啊！他们记得生前要去图书馆自习，这记忆残留也太严重了吧！死了还要卷学习？不是吧？这都变成丧尸了还惦记着学习，这要是放在生前，妥妥的卷王啊！真是至死不渝的学霸魂。记忆残留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如果他们真的保留着生前的生活 routine， 那我们就能找到规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测他们的行动路线了？比如饭点的时候，他们会扎堆去食堂，上课时间就会往教学楼跑。上午8点至9点，图书馆方向聚集，9点后开始分散，中午11点左右有向食堂移动的趋势。但他们进不去食堂，门锁着，所以他们就在外面徘徊。那如果我们把某个地方布置得特别有吸引力？根据这3天的观察，丧尸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教学区、图书馆和食堂周边，宿舍区相对较少，可能因为大部分学生当时在教室上课。但他们在扩散，昨天北区宿舍还没多少，今天早上已经看到4、5只了。再这样下去，宿舍区也不安全了。你们说那个专家提到致元素是在大脑里产生的，实验楼是学校搞科研的地方，里面会不会有关于致元素的相关资料，能检测致元素浓度的设备？你想去实验楼？那可是在校园最中心，穿过大半个校区，沿途全是丧尸密集区，太危险了。而且实验楼里平时人就多，现在丧尸肯定密集，还有可能是之前的老师或者研究员，说不定更难对付。但如果能搞清楚致元素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能找到降低它的方法呢，或者至少知道为什么丧尸挑食。陆野，你昨天说写了个学渣幸存指南，第4条是什么？团队合作很重要。那第5条呢？现在是不是该加1条了？走，去实验楼。不管有多危险，这个险必须冒。前面拐角有2只丧尸，背对着我们，在自动贩卖机那里。
别惊动他们，走这边的灌木丛，绕过去更安全。我的班长哎，你下次走路能不能看着点长相？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犯这种低级错误？别慌，那边有自行车跑，快往那边跑，那里有遮挡，还能找机会突围。骑上车，他们不会骑车。我好久没骑车了，这车子怎么这么难控制啊？左边又来了一群丧尸，从操场方向过来了，快往右边拐！别慌，进那条小道，穿过小道就能到实验楼后门，那里有遮挡，能甩开他们。怎么办啊？没卡进不去，后面的丧尸马上就追来了。窗户，从窗户爬进去，快！学霸，你快点儿，该减肥了，怎么这么沉啊？太惊险了，刚才差一点就被抓住了。还好陆爷反应快，找到窗户了，不然我们今天就栽在这里了。运气好而已，不过现在安全了，你先歇会儿，等喘过气了再想办法找资料。科学实验室在4楼。这里发生过挣扎。他们还在做研究？这是我们学校的研究项目。看日期，是丧尸爆发前1周的。去4楼找更多资料。这是丧尸化的过程推测。电脑打不开啊！找诊治记录、实验记录本之类的。他们早就在研究质元素了。实验显示，高智商被试者的质元素浓度普遍偏高，尤其是在集中思考时。所以丧尸爆发时，那些正在用脑的人、上课的学生、做研究的教授，首先变成了攻击目标。而且因为质元素高，变成了优先被攻击的对象。完美闭环啊，这是。那谁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呢？等等，这里有段手写笔记。7月15日，被试者03号在质元素抑制剂作用下，浓度下降47%，但出现嗜睡、反应迟钝等副作用。抑制剂，真有这东西？但副作用是变迟钝，这不就是变笨吗？理论上，如果我们能适当降低质元素浓度，又不至于影响基本认知。有人，或者说有东西来了。他在工作，都变成丧尸了，还在坚持拖地，这也太敬业了吧！生前记忆残留到这种程度，看来丧尸对重复性的日常工作执念很深，这和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规律一致。那边，通风管道，快，趁他们还没发现我们，从那里逃出去。别管东西了，快走，这么就来不及了。对不起，我背包太重了，还弄丢了那么多东西，尤其是笔记本，上面记了好多实验数据。别说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数据没了可以再找，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这边应该能通往楼道。我刚才在实验室里观察过布局。对了，学霸，那本关键的实验记录本在你那儿吗？这可别弄丢了，那可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在，
我把它放在内袋里了，没丢，就是其他东西都没了，包括我的计算器。以后算账可就麻烦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你的计算器？等咱们活着出去，我给你买10个8个。嘘，你们仔细听，下面好像是化学实验室。你们听，有轻微的仪器运作声。那不是丧尸，是个活神。谁？学生，我们是学生。站着别动！我怎么知道你们没被感染？教授，我们会说话，皮肤也没变绿。有道理，但丧尸爆发后，我已经见过3个会说话的感染者了，他们还能背课文呢，直到开始咬人。教授，你在研究什么呀？抑制剂，致元素抑制剂，但失败了，都失败了。我在这里躲了4天了，实验室有独立供电系统，还有储备的干粮和水。就你一个人？本来还有个研究生，但第3天他开始说胡话，致元素浓度飙升，我们不得不把他锁在隔壁储物间。他还活着？半死不活，抑制剂只能延缓，不能逆转。一旦致元素浓度超过阈值，就会彻底丧尸化。教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致元素是什么？致元素是大脑神经元活动时产生的特殊物质，智商越高，思考越深入的人，产生的致元素越多。所以丧尸偏爱攻击聪明人？不是偏爱，是本能。丧尸病毒改变了感染者的大脑结构，使他们极度渴望致元素，就像糖尿病患者渴望糖分一样。吞噬高致元素个体能暂时缓解他们的饥饿感。那我们这些学生安全是因为脑子里的致元素少？理论上是的。你平时成绩怎么样？稳定发挥，保持在年级倒数第一。那你可能是全校最安全的人了。教授你真幽默。这是第2代抑制剂，能降低致元素产生速率约30%，但副作用是思维变慢，记忆力下降。啊，那不就和变笨一样？本质上是暂时的认知抑制，但如果要在变笨和被丧尸优先攻击之间选择，我选活着，笨点没关系，我本来也不聪明。可是教授，如果所有人都用抑制剂降低致元素，那谁来研究解决方案？谁来维持基本的技术和知识？唉，这是伦理困境，但眼下生存是第一位的。我这里还有6支抑制剂，你们可以拿走。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我要继续研究，研究提到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在感染初期注射高纯度抑制剂，也许能阻止完全丧尸化。我需要验证这个猜想。但你一个人？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30年，比丧尸熟悉这里，而且我得看着我的学生，万一有转机呢？教授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走吧，趁天还没全黑。有人？也可能是丧尸碰开了开关。去看看，万一是幸存者呢？这什么情况？他们被生前记忆困住了。学生记得要考试，老师记得要监考。那个穿蓝衣服的，我认识，5班的学霸，全校前10。他一直嫉妒成绩比他好的人，琪琪有次还被他骂了。快走，别看了。我们有用吗？用了就变笨，不用就可能变成优先攻击目标。教授说能降低30%的致元素产生。学霸们，你们算算，用了之后你们的智商大概多少？如果按我的智商145计算，降低30%，大概101.5。我大概98。那还是比我高呀！我用完是不是就跌破80了？
理论上是的，再根据研究调查，低于70的可以归为智障，你用2只就可以达成了。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除非万不得已，毕竟我们还需要清晰的头脑来制定计划。而且如果所有人都变笨，谁来发明解药？行吧，那先把这东西收好。哦，对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世界疯了，却还固执地维持着生前的秩序。那如果我们不按套路出牌呢？抑制剂的主要成分是苯乙胺衍生物，作用机理是暂时阻断前额叶皮层的部分神经传递至传递，副作用包括嗜睡、反应迟钝、短期记忆障碍。学霸，大清早别念咒语，我梦见生物老师过来上课吓醒了。啊，手机没电了，宿舍的电路也变得不稳定，再这样下去，我们不但没了手机信息来源，电煮锅都不能用了。是啊，动不动跳闸，我这碗面都煮了半个小时了。谁啊？我是人类，我需要食物。开不开？是好人倒好说，要是心坏的人类，我们仨不就被一锅端了吗？我知道哪里有线路稳定板，你们宿舍也经常断电吧？我可以用食物跟你们换。丧尸生存守则第5条，信息比食物更重要，开不开？开，一直断电也不是办法。我叫陈明，高3一班的，我已经4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宿舍有囤积的泡面和矿泉水，但昨天吃完了。你们煮的东西味道太香了。线路稳定板，我有线路稳定板的位置，求求你们让我吃一点东西，吃完我就带你们去找。先吃点吧。谢谢。我差点以为我要饿死了。你怎么不早点出来？我不敢。第1天我亲眼看到对门宿舍的学霸被拖走，那些东西专门找聪明的。我成绩一般，但也不算差，中等偏上。我怕。那你现在怎么敢出来了？我听到你们说话，判断你们应该不是丧尸，而且我知道线路稳定板的位置，想交换食物。你怎么知道的？交换生宿舍的地下仓库，因为要给交换生储备特殊食品，那里有独立的冷藏系统和备用线路稳定板，而且位置偏僻，丧尸应该不多。我们学校交换生住在偏门，你怎么知道？我女朋友生前是交换生宿舍的查寝员，她跟我提过，爆发那天她还去查寝了。直线距离约1.2公里，但需要穿过主干道和2个小广场，风险很高。但如果有线路稳定板，我们就能给手机充电，甚至可能有网络信号，到时候给外界发求救信息也会方便很多。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你自己去不行吗？昨天找食物时被抓的，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但我想在完全变成那种东西之前，做点有用的事。你们如果害怕，我等一下就会走出去，离你们这儿远一点。而且，我想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里。抑制剂？什么？林教授的抑制剂。他说，如果在感染初期使用，可能阻止完全丧尸化。对，这里有记录。被试者04号在感染后6小时内注射高剂量抑制剂，丧尸化进程延缓。你现在感染多久了？大概8小时。来得及，我没有抑制剂。只有6支，你们自己都不够。先救命再说，多一个幸存者都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找到了，感染后24小时内建议使用正常剂量的80%，但副作用也会加剧，可能会暂时丧失部分记忆，或者认知能力大幅下降。只要不变丧尸，变啥也行。学霸，你来打针，你手稳吗？我参加过大学生急救培训，理论考试满分。肌肉注射3角肌区域，可能会有点疼。
感觉头晕。正常副作用，你先休息，我们规划一下去交换生公寓的路线。最佳路线是走小路，绕过主广场，但小路经过实验楼和校医院，这2个地方丧尸肯定多。或者我们可以走屋顶，很多建筑的天台是连通的，至少到图书馆这一段可以。屋顶？学霸，你电影看多了吧？我们又不是跑酷选手。等等，陈明说交换生公寓有线路稳定器，如果那里有电，那冷藏系统就在运行，也就是说里面有需要低温保存的东西，不只是食物，可能还有药品。校医院的药品可能已经被抢光了或者污染了，但交换生公寓的储备肯定还足够。看来这趟冒险如果成功，物超所值啊！小雨，别去，危险。小雨应该是他女朋友。就算为了这个也得去一趟，苦命冤啊！如果我们走小路路线，需要经过旧图书馆，那里已经废弃了，应该也没多少丧尸。学霸，你连这都知道？上学期我在那里做过志愿者，整理档案。那就这么定，明天一早出发，走小路路线，经过旧图书馆中转，最后到交换生公寓。啊？你是谁？完了，副作用开始了。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陈明，高2，不对，高3。小雨，我要去找小雨。他还记得重要的人和事，但短期记忆受损。记录上说，这种副作用可能持续24到48小时。那我们明天出发时，他可能还是这个状态，带着一个半傻的人穿越丧尸区。但不能把他留在这里。我能行，我记不清细节，但我记得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肌肉记忆应该还在。我参加过跆拳道社，就算脑子不太灵光，身体还记得怎么战斗。行，那就一起。不过先说好，你要是中途突然想啃我，我会毫不犹豫把你踹下去的。好，公平。根据路线长度和预计时间，我们需要携带至少2000毫升水以及高热量食物。陈明因为感染，新陈代谢可能加快，需要额外补充。哎呀，大学霸，算差不多就行了，留点脑细胞明天用。乌鸦吃腐肉的，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们是在等着开饭呢。明天是一场硬仗啊！走小路，穿过篮球场后面的荒废花圃，绕过高2教学楼，然后从实验室楼和围墙的夹缝穿过去，就能到旧图书馆。旧图书馆在校园西北角，离交换生公寓最近的那栋楼只隔一条小路，全程约600米。考虑到需要躲避丧尸，实际路程会稍远。600米，放在平时体育课跑操也就3分钟。现在嘛，到处都是丧尸，走一步看3步，估计得慢慢挪。现在可能要30分钟，甚至更久。我状态还没完全恢复，会拖慢进度。陈明，你还行吗？要是撑不住，我们就找个安全的地方歇会儿，不急着一时半会儿。行。我记得怎么打架，也能自保，不会拖你们后腿。出发吧，早一点到交换生公寓，就能早一点拿到线路稳定版。这些书都是高3的，看来这里以前是学霸们背书的地方。这本书的主人一定是个学霸，可惜了。要是没爆发丧尸危机，他说不定真能考上清华。他们冲我们，他们冲我来的，为什么又是我？哎，哥们儿也太不尊重我们学渣了吧！刚才可是狠狠打了你一下，你居然连理都不理我，这看不起谁了？
陆爷，他们真的不攻击你？之前我还不信，现在亲眼看到，太神奇了。学霸，把校服脱了，扔给我。来啊，追我呀！让你们见识见识年级倒数的体力。哼，我就不信我还跑不过你们这些僵硬的丧尸嘛！陆爷，你小心！放心，我上学期被体育老师追着跑过半个操场，有经验。他真的跑得好快！快走，趁他们还没爬起来。穿过这条夹缝就能看到旧图书馆，然后就可以去到交换生宿舍。什么味道？这是增强剂。丧尸病毒爆发前1个月，我们高3竞赛班被抽中参加一个脑力开发实验，说是能提升学习效率，增加大脑活跃度。你参加了？啊，全班前20名都参加了。每周喝1次这种蓝色液体，喝了之后确实感觉脑子更清楚了。做题速度快了很多，但也会做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啃书本，真的用嘴啃。这什么邪教方法？那你之后还一直在喝吗？我第2周因为测试不合格被刷下去了，所以之后都没喝了。但是也经常会反复做奇怪的梦。哪个变态给你们的这个增强剂啊？这些丧尸病毒不会是因为喝了这个变异了吧？是谁来着？我不记得了。你别着急，慢慢想，说不定这就是一切的幕后黑手。我想起来了，实验的负责人是张主任，教化学的那个。他说这是为了帮我们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他说这是科学的馈赠。张主任，那不是我们学校化学组组长吗？对，张主任。他说只有高智商的人可以得到馈赠。陈明，冷静！如果病毒真的是从我们学校开始的，那制造它的人可能还在这里。新样本来了，2个优等生，1个中等生，1个奇怪的低质元素个体，完美的对照组。你的质元素读数几乎为0，这怎么可能？即使是最差的学生，大脑也会产生基础量的质元素。你简直是个异类。因为我上课睡觉，作业抄别人的，考试全蒙 C， 偶尔蒙个逼，脑子常年处于节能模式，自然产不出那什么鬼的质元素。怎么，张主任，这答案你满意吗？很近啊，有问题？有趣，太有趣了！本来不打算在你们这些差生身上浪费时间的，没想到居然能遇到你这种极品样本。我必须采集你的脑组织样本，研究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跑！他要动手了！靠，跑反了！这名气也是没谁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别怕，很快的。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大脑结构为什么这么特别，说不定能解开我研究多年的难题。张主任，我算是看明白了，丧尸爆发之前你就只关心那些成绩好的学霸，把他们当宝贝疙瘩，对我们这些学渣视而不见。现在你一手造成的这场灾难，还是这副德行，只盯着所谓的优质样本。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心底里不想好好学习，心甘情愿当学渣吗？为什么？我没兴趣听你这些差生的借口。因为我觉得你们那套分数决定一切，成绩好就是天的玩意儿，特别无聊。把学生分成369等，只看重所谓成绩，根本不把我们当成活生生的人。这样的教育，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你们赶紧低头，别被喷到眼睛。成绩差的学生没资格和我在这儿谈论。这边，跟我来。不要坏我的好事。差生永远是最底层的。我呸！那个张主任，他到底是人还是丧尸啊？说话条理清晰，还能搞研究，但眼神又那么诡异，完全不像正常人。肯定还是人。你见过哪个丧尸说话这么利索，还拿着注射器搞研究的？丧尸只会嘶吼咬人，哪有这脑子？但他的眼睛，看着就心里发毛。你们说他这是图什么呀？把整个学校当实验室了吗？他注射了质元素增强剂，而且剂量绝对比我们多。那种东西用多了会改变人的。哎，管他是人是鬼，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今天算是见识到他的疯狂了，为了研究脸都不要了。所以这一切真的是他搞出来的？全校的丧尸危机都是因为他的脑力开发实验？8九不离10。本来想搞什么脑力开发实验，让学霸们更聪明，结果玩脱了，把全校学霸都变成了专吃学霸的丧尸。这事说出去了没人信，真够讽刺的。我们现在在这儿，旧图书馆就在前面200米。但从张主任刚才的话来看，他对这一带很熟悉，说不定到处都有他的眼线。我们得格外小心，不能大意。他会不会布置了陷阱啊？比如故意引我们去某个地方，然后伏击我们。不管有没有陷阱，我们都得去。交换生公寓有线路稳定板，只要拿到它，我们才能给手机充电，才能联系外界求救。总不能一直困在学校里坐以待毙。你们说张主任为什么还留在学校里？以他的能力，完全有机会跑出去吧？外面肯定比学校里安全。哎，是啊，如果他是这一期的始作俑者，按理说应该早就逃之夭夭了。早点逃命不是更好吗？留在学校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有2种可能，第一，他的研究还需要学校里的设备和环境，而且这里有现成的实验对象，我们这些幸存的学生，他舍不得离开。第二，他的实验还没完成，他想要更多数据，更多的丧尸，来完善他的研究。留在学校里就能继续观察、收集数据，甚至制造更多的丧尸。管他想干嘛，反正我们就一个目标：活下去，揭穿他，让这破学校恢复正常。来，说好了，我们要活着出去，要把张主任的破事捅出去，要还学校还有社会一个安宁。同意的点手。陆野，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帅。我什么时候不帅过？少废话，同不同意？不对劲，这一路上一个丧尸都没碰到，太反常了。之前不管走哪条路，总能遇到几只游荡的丧尸，像是被特意清理过。张主任对这一带这么熟悉，该不会是他设下的圈套吧？有人最近来过这里，车轮印这么清楚，估计就在1-2天内。小雨会不会在里面？不管在不在，我们都得进去拿线路稳定板，拿到它，我们才能联系外界，才有机会找到小雨。走吧，小心点。靠，这学校太偏心了，给交换生这么好的宿舍，又大又干净，我们的宿舍挤得像难民宿舍一样。哎呀，别酸了，到时候变成丧尸，管你是洋丧尸还是本土丧尸。哎，快看那个，那个就是线路稳定板，有了它，我们就能给宿舍的备用电源接上外线，不仅能让手机充电，说不定还能恢复部分网络信号。小雨，
是你吗？陈明，小雨，是我，你还记得我吗？陈明，别往前走了，你看清楚，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小雨了，他的眼睛，他的动作，都不是以前的小雨，他已经被感染了。实验体037号，执行指令：清除入侵者，优先目标：高质元素个体。元素，这次真的躲不过去了。小心！小雨，没事了，不用再听他的话了。陈明，陈明，你疯了！快推开他，我们还有抑制剂。对不起，浪费了你们一支抑制剂。你们煮的面很好吃，不怕了啊？不怕，我来陪你了。走，快走！再不走，我们都得死在这儿。可是陈明，他已经不是陈明了，再不走，我们都要辜负他的牺牲。快走！他们还在被意识挣扎，趁着张主任还不能完全控制他们，我们快撤！陈明他最后那一刻是不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不对？他一直在清醒和丧尸化之间挣扎，最后选择挡在江琪琪面前，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们，也保护变成丧尸的小雨。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张主任做的事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不只要公之于众，我们还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为了陈明，为了小雨，为了所有被他当成实验品害死的无辜学生，这个仇我们必须报。理论上这样接，然后有电了，能充电了，真的有电了，终于能给手机充电了。我的宝贝手机终于要活过来了！这几天没手机，感觉跟与世隔绝了一样，太难受了。有了电，我们下一步就是联系外界。可是我们要联系谁啊？直接报警吗？还是找媒体曝光张主任的事？坏了，信号变得特别差，只有一格微弱的信号。那个死张主任，该不会是在学校里开了信号屏蔽器吧？他就是故意不想让我们联系外界。哎，不管了，先不管能不能联系上外界，先查一下新闻再说，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也跟我们学校一样，变成丧尸乐园了。怎么会？画面居然也变成这样了？不是只有我们学校爆发了危机吗？张主任怎么把手伸这么远了？你们看这好，这绝对是关键。认知潜能激发计划旨在通过生物技术提升人类学习效率。该项目首席顾问张振华。哼，原来我们的张主任还有这么个光鲜亮丽的身份，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说他是人面兽心都是抬举他了，他居然打着提高人类学习效率的幌子，在全世界播种这种可怕的病毒。通过提升大脑质元素浓度，被试者在逻辑推理、记忆提取等方面表现提升300%以上，但部分样本出现攻击性增强、行为固着、情绪失控等副作用。他早就知道有副作用，他明明清楚这种东西会让人变成怪物，却还是故意隐瞒，继续扩大实验范围。不仅知道，他还故意隐瞒，继续扩大实验范围。这下好了吧？人类智商没提高，还变成丧尸了。他还把这些副作用当成了可控风险。你们看这里，
他居然还在论文里致谢里写了一句：“个人的渺小牺牲，终将成就人类的伟大进化。”要牺牲怎么不牺牲他自己啊？凭什么拿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垫脚石？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为了他所谓的科学进步，为了他的一己私欲，拿全校学生的命，甚至全世界高智商人群的命做赌注。我们所有人在他眼里只是个可以随意丢弃的试验品。难怪他一直留在学校里不肯走，他是想继续视察我们这些幸存者，收集更多的实验数据，完善他的病毒和增强剂。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信号呢？信号呢？哎呀，刚才明明还有一个，啊，就没了。等等，我有办法。这什么？学霸，你还兼职捡破烂吗？什么破烂？去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超级信号增强器。所以这是个失败品？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他要当英雄之母了。学霸，你确定这玩意儿？根据计算，南门外的电线大楼基站距离我们800米，中间隔着教学楼、食堂、小树林，还有至少200只丧尸。有信号了，3格！快，打给谁？110、120还是12315？消费者协会举报张主任虚假宣传。打给我哥，他在科技局，能直接联系指挥部。喂，你好，这里是第2中学丧尸求生热线，请问你是李文阳的哥哥李文勋同志吗？我们这里有个教导主任非法人体实验导致全校变丧尸的特大案件需要举报，顺便问一下，你们管不管伙食补贴？我们已经3天辣条配挂面了。牧羊，是你吗？哥，是我。刚才那个是我同学陆野，他比较热情啊。我这是高效沟通，时间就是生命，懂不懂？你们还活着就好。张振华的事我们知道一些，但他在学校里面还控制了丧尸。对，他还派人抓我们，尤其想抓陆野，因为陆野成绩差到丧尸都嫌弃。张主任想研究他为什么这么特别。我这话可以不说。听着，军队已经把你们那片围了，但不敢强攻。如果张振华真是源头，活捉他是第一任务。另外，他实验室里可能有个低温保险柜，里面有原始数据和抗体样本。抗体能治丧尸病？可能，但你们别逞强。实验室现在肯定是重灾区，我得走了，保持联系，注意安全。莫阳，保证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城邦的支援马上就会赶来了。抗体有抗体，我就说嘛，电视剧里都这么演，大反派手里肯定握着解药，最后被主角抢过来拯救世界。唉，可我们不是主角，我们是普通高中生。根据主角定律，通常最不像主角的人最后会成为主角，比如陆野，成绩差，上课睡觉，考试蒙 C， 但丧尸不咬他，这妥妥的主角光环。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按照剧本，我们应该潜入反派老巢，偷走解药，顺便把反派揍一顿。但咱们就3个人现在活着的人都快比丧尸少了，哪来的其他人啊？论坛啊，我们学校的论坛还挺热闹的，如果发帖的话，说不定会有人回呢。现在谁还有心思刷论坛啊？理论上，如果还有人幸存且手机有电有信号，确实有可能浏览论坛获取信息，但发什么内容才能既吸引注意又不被张主任的人发现？简单，用学渣感兴趣的来就可以了。急，在线等。明天考试范围到底是啥？完全没复习怎么办？这暗号也太朴实了。只有身为学渣的人才会感同身受的点进来。哼，你们就等着吧。不应该啊！难道全校学渣都……可能都睡着了？或者他们觉得发帖人是骗子，毕竟现在这情况谁还关心考试？兄弟，
现在这情况还考什么试啊？能活着就不错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人吗？这都丧尸围城了，怎么还惦记考试啊？谁吞了吃的？我的东西要吃完了。就这个第3条了，这是典型的饥饿型幸存者，这种人最好谈判。兄弟，我有食物，量大管饱，但需要你帮个忙。事成之后管你1周伙食，敢不敢接？你这么直接啊？丧尸都要打过来了，肯定要直接一点啊！快饿死的时候，有人给你块饼干，让你捞月亮，你都会打喷水捞一捞。我看看啊，他发了条私信过来，信号不好，和我面谈401寝室，这不就在楼上吗？陆野，你真的要单独去4楼见那个神秘人吗？我们连他是谁是什么来头都不知道，万一是比丧尸还坏的人怎么办？人心可比丧尸难揣测多了，他要是想抢我们的食物或者抑制剂，你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对啊，陆野，要是你真有个3长2短，我和班长接下来怎么办啊？我们俩一个跑不快，一个战斗力基本为0，在这末日里根本活不下去。你要是出事，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放心，我心里有数，不会傻乎乎的冲上去送死。我先过去探探他的底，就说是来送食物的，跟他套套近乎。如果有个什么突发情况，我就大喊，你们听到再上楼救我就可以了。为了拿到抗体，赌一把。那要是他根本不跟你谈判，直接动手抢食物怎么办？你手里就这件东西，他要是人多或者有武器，你根本打不过。放心，这木棍我用的得心应手，开什么玩笑？我陆野常年逃课，闪避技能早就点满了。他要是敢动手，我保证能躲开。实在不行就用这根木棍跟他周旋。你们趁机赶来支援，绝对没问题。那你一定要小心，别硬撑，感觉不对就喊我们，我们就在3楼楼梯口等着，随时能上去。知道了，等着我的好消息。您好，你点的末日求生豪华套餐到了，请开门查收。东西放门口，你退后。啊，同学，这样就没意思了吧？我大半夜冒着被丧尸啃的风险，辛辛苦苦给你送吃的过来，你连门都不肯开，连个面都不露，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我很受伤啊。喂，拿了东西连句谢谢都没有。虽然我是学渣，但是讲礼貌的好吗？你这样可不地道啊。你真的是学生啊？如假包换，假一赔10。高2 3班陆野，就是那个倒数第一，你就是倒数第一吧？我的名气已经这么大了吗？居然还能凭着倒数第一的头衔在末日里收获粉丝？我是倒数第2啊！太感谢了，每次都给我垫底，太感谢了。这个时候怎么就知道说谢谢了？请坐，请坐。哎呀，这年头能见到同类真是不容易啊！你刚说你是高2 3班的陆野，久仰久仰。每次年级大榜，我都特意看最后一名。不是我变态，主要是得确认自己不是垫底的。那个倒数第2同学，咱能先谈正事吗？啊，对，正事。你说要帮忙，什么忙？只要不是让我去打丧尸，啥都行。宿舍就你一个人吗？他们都变成丧尸了。爆发那天，他们3个去了图书馆，然后就再也没出了。恰恰相反，就因为你是学渣，这事非你不可。啥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丧尸专咬学霸，不咬咱们吗？因为学霸肉香，或者他们脑子褶皱比较多，更有嚼劲儿。因为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什么病毒爆发，是张主任，就是那个教化学、戴眼镜、永远板着脸的张主任。他先是搞了个什么质元素增强剂实验，没控制好，把学霸们都变成了现在这样。啥？张主任？他不是化学组组长吗？对，就是他。他在学霸身上做实验，结果玩脱了。现在那些学霸丧尸其实是在本能的寻找高质元素，就是聪明人大脑里的一种物质。咱们这些学渣脑子里那玩意儿少得可怜，所以丧尸理都不理咱们。我说呢，上次我在小卖部门口遇见我们班以前那个第1名变成丧尸，
他看了我一眼，居然扭头走了。我当时还以为我丑到丧尸都嫌弃。总之，现在情况是张主任手里可能有抗体，能治好那些变成丧尸的同学。我们要去他实验室把抗体偷出来。偷张主任的东西？你疯了！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怕他，现在他都把全校搞成这样了，我更怕了。所以我们需要你帮忙，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一起把抗体偷出来，在外界来救我们之前。团队？不管你们是谁，敢动陆野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们拼了！谁啊？别紧张，是我的队友。虽然出场方式有点暴力。李牧阳，你冷静点，万一是友军呢？陆野进去10分钟没动静了，按照计划，超过5分钟没有暗号就是出事了。我数3声，再不开门我就撞了。3、2。我说2位，你们这救援行动是不是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是那个人，没对你怎么样吧？大哥，我哪儿敢呢？我3天没吃饭了，连只蟑螂都打不过。介绍一下，这位是宋岩，高2年级倒数第2。宋岩，这位是李牧阳，年级第1。这位是江琪琪，同样是学霸，但战斗力更强。你们好，灭火器能先放下吗？我看着腿软。抱歉，我以为陆野遇到危险了。我们约好，如果他5分钟内没发安全信号，就立刻救援。哎呀，我忘了这茬了，光顾着跟宋岩聊张主任的阴谋了。所以你室友都……他们3个都是竞赛班的，那天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然后就再没回来。我因为在宿舍补觉逃过一劫。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跟他们一起去图书馆，现在大概也在楼下化油了。至少你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对，而且现在你有机会帮他们，帮所有变成丧尸的同学。怎么，被我们这王者之师的气场震慑住了？你们的计划具体是什么？凌晨5点开始行动，趁张主任那时候不在实验楼，我们上3楼实验室找到抗体样本，然后撤离。但实验室的门是电子锁，需要刷卡，所以我们可以从通风管道进去。现在只要能知道这个管道入口在哪儿就好了。我好像知道，上学期我被罚扫实验楼厕所，爬上去擦通风口的时候发现的。2楼男卫生间天花板有个检修口，能通到3楼实验室正上方。又是爬管道，那我们可太熟了。怎么样，宋岩，你要加入我们吗？我加入，反正待在这个宿舍也是混吃等死，早晚都会被丧尸找到，不如跟你们一起干票大的，做点有意义的事，就算最后失败了，也比窝囊的死在这里强。好兄弟，够仗义！有你加入，我们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一大截。302那边更安全，是时候好好讨论讨论对付张主任的作战计划了。走，正好我也想看看，能让年级倒数第1安心待着的地方到底有多安全。放心吧，我们把302加固得很严实，还有备用电源，比这里舒服多了。现在是凌晨2点，距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大家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养足精神才能跟张主任周旋。我能吃2根吗？自从丧尸爆发后，我就没吃过肉了，每天靠啃干面包度日，都快忘了肉是什么味道了。吃，尽管吃。不过还有，现在正是需要体力的时候，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跟张主任那个老疯子对抗。班长，你也多吃点，等会儿讨论计划需要费脑子。陆野，你就不怕死吗？怕呀，怎么不怕死？我还没活够呢，还想出去吃火锅、打游戏、看电影呢。但比起死，我更怕好不容易有机会阻止，却因为胆小退缩什么都没做。你想啊，如果咱们这次成功了，阻止了张主任，
拯救了更多的人。以后历史考试卷子上会不会有这么一道题？请简述鹿野小队在丧尸危机中的贡献及历史意义。到时候这道题我肯定能拿满分。但是我们学的是理科。李牧阳，你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拆我的台？就不能让我做个英雄梦吗？现在可以闭嘴了。你们说张主任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已经是特级教师了，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危险的实验？根据心理学，极端追求某种目标的人，往往内心深处有巨大的缺失或者恐惧。张主任可能是想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证明他的方法能创造出所谓的智力奇迹，成为科学界的传奇。所以他就可以拿学生的命去证明自己的理论。我们的命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因为在他眼里，我们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他实验数据的一部分。反正不管是学渣还是学霸，在他眼里都是可以随意消耗的试验品而已。其实我也差点成为他的实验对象。你说什么？这几天不是在找食物就是在逃命，我哪有机会说呀？就在上学期期末，张主任找过我，说有个学术潜力开发项目，能让我在竞赛中获得绝对优势。他还特意强调，本来是只有高3的人才能参加，但是因为我成绩优异，所以破格录取。他给了我一份同意书，让我带回家给家长签字。你签了？没有，因为我爸是医生，他看了那些免责条款后说，这种绕过正规伦理审查的实验绝对有问题。他还特意给教育局写了举报信，但石沉大海。所以张主任早就被人举报过？不止一次，但我爸说每次举报都会被压下来，因为张主任的项目有上面的支持，而且确实在初期出了几篇重量级论文。哼，为了论文，为了名声，为了他那该死的科学进步。那我们这次就要把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人都揪出来。这次行动，第一，保命要紧。不管怎么样，抗体可以下次再投，命只有一条，能屈能伸，不差这一次。这条我举双手双脚赞成。第二，互相照应。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谁掉队了拉一把，谁跑不动了扶一下，要回一起回，要死。哎，呸！别说那个字。好吧，要撤一起撤。第3条呢？第3条，如果真遇到张主任，跑，赶紧跑。可是如果跑不掉呢？那就用物理方式让他闭嘴。记住，只要还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张主任能把人变成丧尸，咱们就能把人变回来。他能控制学校，咱们就能夺回来。他能看不起学渣，咱们就能让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小看了学渣。里面是不是有丧尸在叫啊？现在救不了，等我们拿到抗体，就能救所有人。怎么早上的雾这么大？能见度几乎为0，走快的都怕撞到墙，太影响行动了。少说话，省点力气。后面要是有丧尸，你的声音很容易吸引他们过来。李牧阳，按地图来看，我们还有多远到实验楼维修通道？拐过前面那个圆形花坛就是实验楼的侧面，维修通道在侧面墙体的中间位置，有个隐蔽的铁门，应该不难找。他这是还想去教室上早自习，变成这样了还惦记着学习呢。是生前的记忆残留太深刻了，他说不定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还在遵循着以前的作息。完了，怎么又是冲我来的？李牧阳，稳住，继续往后退，别跟他对视。李牧阳，我来救你！
李牧阳，趁现在，你和琪琪赶紧躲一下，绕到花坛后面去。对，就是这样，跟着音乐走。没想到你个学霸丧尸还喜欢听这么豪迈的歌，再来一段。我去，不是吧，大哥？关键时刻掉链子，你早不低电量，晚不低电量，偏偏这时候没电。救命啊！有没有备用充电宝啊？谁来充电宝了？这破手机要坑死我了！陆爷，坚持住，我来救你！陆爷，这什么神奇歌单？关键时刻全是这种豪迈的老歌，风格也太跳脱了，还挺应景的。这歌一放，感觉他俩不是在打丧尸，是在演武侠剧。你没事吧？没受伤吧？刚才那一下够猛的呀！我杀人了，我居然把他打死了，我是不是犯法了？没死没死，你看他胸口还在动，应该是缺氧晕过去了。所以说平时要好好锻炼肺活量啊，丧尸同学。为了救你们，我宝贝手机只剩这么点电了。陆爷，你没事吧？刚才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你要被追上了。你们快看，他好像要醒了。快跑！等他完全醒了，不然咱们又要被追着跑，到时候可没第二个枕头可以用了。他真的只是去上早自习，都这样了还惦记着书本，高三也太不容易了。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实验楼就在前面了，先找到维修通道进去再说。但是大门要卡才能进怎么办？哇，你们怎么都爬上窗了？一回生二回熟，宋妍，你还要继续加油。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没什么意思。废话，上次你来是正常生活的大中午，而且是来打扫卫生的。现在咱们是来拯救世界的，心境能一样吗？你们还记得4楼那个林教授吗？记得，他说他在研究抑制支元素的药剂，让丧尸没那么容易找到攻击目标。对啊，后来就没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研究成功了没。我们去完张振华实验室，顺带再去一趟4楼吧。如果林教授的研究真的能抑制支元素，那对张主任的实验来说就是威胁。希望他平安无事吧。男厕所在哪边？那边第3个门。我先进去看看。看，通风口在那儿。好，现在问题来了，谁爬上去把盖板开了？我恐高，我臂力不行。我可以提供理论指导。哎，得了，还是我来吧，谁让我是队长呢？哎呀，这玩意儿多少年没清理了。好了，按宋妍说的，从这里爬上去，应该能通到3楼实验室正上方。我先上，你们跟紧。里面好窄，我怀疑宋妍你是不是记错了？这管道能通人？应该到了。终于等到你了，差等生。陆野同学，我等你好久了，下来吧，别在上面趴着了，灰尘多脏啊！别下来，快推回去，有埋伏！姓张的早就等着我们了。推不了，后面推不了，有丧尸，他们堵在了通风口进口了，我们跑不出去。我被前后围堵了，这是个陷阱，张主任早就把路都封死了。看来你的小伙伴们都来了，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从通风管道进来，还知道是我带头？因为我了解你们，准确说，我了解像你们这样的学生，不甘心，不服输，
总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明知前方是危险，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上。陆同学，少做些英雄白日梦了。好了，下来吧，我不会伤害你，至少现在不会。我对你很感兴趣，陆野同学，一个质元素浓度近乎为0，但是又很聪明的个体，这在所有实验样本中都极其罕见。陆野同学，我给你10秒钟时间考虑，自己下来，或者我让人上去请你们下来。他们可不懂什么手下留情，说不定会弄伤你们，或者直接把你们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存在。这老狐狸！好，我们下去。陆野，不能下去，他肯定没安好心，下去就是羊入虎口。不下去更危险，管道里空间太小，我们根本躲不开丧尸，被他们抓到就会被变异感染，到时候就会彻底被这老狐狸控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了。下去至少还有周旋的可能。张主任，大早上不睡觉，在这儿喝咖啡养生呢，你就不怕喝着喝着被你那些实验样本冲进来把你啃了？说实话，我以前每次路过这栋实验楼都觉得浑身发毛，以前每次路过都绕道走，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原来你在这儿搞人体实验呢，把活生生的学生变成那些怪物，这个地方就是个藏污纳垢的地狱。这不是人体实验，是科学研究，是为了推动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为了让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把无辜的学生变成失去理智的丧尸，把校园变成人间炼狱，这叫推动进化？这叫变态！陆同学，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你就是个拿着试管和烧杯的变态！还科学进步需要牺牲和勇气，你怎么不牺牲自己啊？让那些学霸给你当小白鼠，你躲在实验室里喝咖啡写论文，等着评职称拿奖金，对吧？那些学生，他们本来就资质平庸，一辈子都可能碌碌无为，是我的实验给了他们超越常人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成为新人类。哼，然后就把他们变成只会咬人的怪物，把好好的人变成没有理智、只会嘶吼的丧尸。你这机会可真够宝贵的。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压根就不在乎什么科学进步，也不在乎人类未来，你就只是想证明自己牛逼，证明你那套歪理邪说的理论是对的，为此搭上全校学生的命都无所谓。在你眼里，我们都只是你实验数据上的数字，对吧？陆野，你不要以为你质元素浓度低我就舍不得动你，对我来说，你只是个罕见的样本，仅此而已。研究完你的大脑，你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样本？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是有爸妈、有朋友、有梦想的学生，不是你试管里那些可以随便倒掉的试剂，也不是你实验记录本上的冰冷编号。你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人，也配当老师，也配谈科学？呸！好，很好。既然你这么看重你那些朋友，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在你面前变成怪物的。学霸！滚开！班长，你怎么样？怎么会这么快？之前被普通丧尸咬伤，不是要很久才会变异吗？因为这只守卫是我特制的，它的唾液里含有高浓度催化酶，会加速感染者的转化过程。你的这位学霸朋友大概
半小时内就会彻底变成没有理智的丧尸，到时候他会亲手攻击你们这些朋友。班长，你撑住，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会救你的。冷，好冷。意识界，我没有意识界。李牧阳，坚持住，就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陆爷，你以为这破东西能救他？意志剂是老林给你们的吧？他这个不过是个半成品，顶多就是拖延一下时间。你的朋友最后还是注定要变成我手下的丧尸。顺带一提，老林现在已经被我彻底囚禁在地下实验室了。本来想把他也变成丧尸，让他亲眼看看自己的研究有多失败。只可惜他一大把年纪，骨头都快散架了。我还是大发慈悲，让他在里面安享晚年吧。班长，你忍一下。班长，这一声可能有点疼，你忍一下，很快就好。江琪琪，以后年级第一的位置就归你了。别哭啊，你是第一名，第一名不能哭。学霸，你这安慰人的水平也太差了，还是别说话了，省点力气撑着。哎呀，感人，真是感人的友情啊！可惜呀，老林那半成品抑制剂最多能拖延半个小时。你的学霸朋友还是会变成毫无理智的丧尸，到时候他第一个攻击的就是你们这些朋友。抗体呢？真正能救他的抗体在哪里？你把抗体交出来！陆同学，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把抗体给你呢？你想要的是我，对吧？因为我是你口中那种罕见的零质元素但能保有智能的实验样本，对不对？继续说。我可以给你，让你解剖，让你研究，你想怎么取样都行。陆爷，你疯了！是啊，陆爷，你别犯傻，张主任就是个疯子，他拿到你之后真的会把你欺骗研究的。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哦，用你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换你朋友的命，这可真是令人感动的友情啊！我倒是没想到你这个出了名的学渣，居然这么重情义。我只有一个要求，现在就给李牧阳注射抗体，我要亲眼看到他的情况好转，亲眼看到他恢复正常。只要他没事，我就跟你走，任你处置。好，成交！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样子。抗体生效了，它的丧尸化进程会彻底停止，还会慢慢逆转。不过有个小副作用，之前你们给他注射的半成品抑制剂和我的抗体产生了排斥反应，这会让他的质元素水平永久性降低到普通人以下。简单说，他以后再也不是什么学霸了，会变成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只要他能活着，只要他能醒过来，变成普通人也没关系，活着就好，真的活着就好。好了，他没事了，现在该轮到我了。你想怎么研究？直接开始，还是要准备什么？急什么？
先前这份自愿参与实验同意书，我知道，现在这玩意儿在末日里没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喜欢走流程，显得专业。毕竟，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实验样本。陆爷，你疯了！这破东西不能签，签了就真的没回头路了。你们照顾好他，带他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他醒了，告诉他，以后考试不用再那么拼命了，不用再逼自己当第一了，当个普通人，好好活着，挺好的。陆爷，不行，我们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要走一起走，我们再想办法救你。对啊，你忘了你之前说的话吗？想死一起死，想活一起活。我们是一个小队的，不能把你单独留下。别傻了，咱们这支队伍本来就是我拉起来的，要是因为我的决定让大家全军覆没，那我多没面子。我用我自己换他们3个安全离开，这是我们之前说好的。趁我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别在这浪费我的时间。哦，对了，提醒你们一句，如果想把那小子安全送出学校，最好走西侧围墙，那边的守卫刚换过班，反应会慢一些，你们成功率更高。哼，没想到你还挺贴心。怎么，怕我们的学霸样本刚救活就没了？师德自在人心，我只是不想我的实验成果毁在一群没脑子的丧尸手里。你知道吗，陆野同学，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一个质元素浓度近乎为0，能保持完整认知能力，甚至还能想出各种反抗办法的人，这在科学上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奇迹。你的身体里藏着推动人类进化的关键密码，还有3个点。手术之前，我还有一些问题。说吧，你想问什么？在实验开始前，我可以满足你最后一点好奇心。林教授，就是那个给我们抑制剂的林教授，你把他关在哪儿了？他是不是还活着？哼，你倒是挺关心他。怎么，觉得他的抑制剂能救你？我早说过，那是半成品。所以在你眼里，我真的很特别，特别到值得你放弃其他实验样本，专门等我来。特别到令人费解。理论上，质元素是认知活动的基础产物，浓度为0，意味着你几乎不思考。可你显然不是个傻子，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质元素可能被某种机制压抑了，或者你的大脑结构从根本上就与常人不同。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所以我要弄清楚，通过解剖你的大脑，分析你的脑积液，研究你的神经元结构，也许能找到人类认知进化的新方向。这比拯救那些变成丧尸的学生有意义多了，你说呢？啊？有意义？把活生生的人绑上手术台切片，就为了满足你所谓的研究欲，这叫有意义？张主任，你根本不是在搞科研，你是在犯罪！啊，你错了，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想想看，如果我能找到压抑质元素却保持智能的方法，就能制造出免疫丧尸病毒的新人类。至于过程中的这点牺牲，科学总要付出代价。哼，又是牺牲这套说辞。所以你现在承认，这场席卷全校甚至扩散到全世界的丧尸危机，是你一手造成的？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我最初只是想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让他们能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这所学校出更多状元。是那些上面的人，那些给我投资、催着要成果、要论文、要国际影响力的赞助人，他们嫌我进度太慢，逼着我加大质元素增强剂的剂量，
还让我扩大实验范围，从自愿报名的学生扩展到整个高3年级。所以你就妥协了？就因为怕项目撤资、实验室关闭，就把全校学生都当成任你摆布的小白鼠？你所谓的师德，就是这样的？你以为我想吗？我也是被逼的。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10几年的心血，要是项目停了，我10几年的努力就全完了。我不能接受失败。陆同学，陆野，你现在是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只要研究清楚你的身体机制，我就能完善抗体，甚至可能彻底解决这场危机。在你解剖我之前，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吗？你的问题太多了，最后一个。林教授，我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把他关在了哪里？你问这个干什么？好奇，毕竟他可能是唯一一个能想阻止你的人。4楼最里面的杂物间，我给他留了食物和水，算是仁至义尽了。他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居然想通过降低质元素浓度来避免丧尸攻击，简直可笑。照他的方法，所有人都变成傻子了，人类还怎么进化？所以你就这么唾弃笨的人吗？在你眼里，只有高智商的人才有资格活着。人类的大脑就应该不断突破极限，追求更高的认知能力。那些愚笨的、无法为文明进步做贡献的人，本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好了，聊天时间结束，睡一觉吧，陆野同学。等你醒来，可能已经在一个全新的、由我开创的科学世界里了。千万不能呼吸，一旦吸进去就彻底完了。李牧阳他们还在等我，林教授还被关着，我不能就这么栽在这里。你竟敢反抗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毁了人类进化的希望！抱歉啊，张主任，我这个人天生就反骨，最讨厌被人按着头做事。想解剖我，你还嫩了点儿。就不吃罚酒。既然你不配合，那我就只好用强制手段了。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在我的研究员手下活下来。是谁？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这所学校的特级教师，是这个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你们不能抓我，我的研究还没完成。就凭你涉嫌非法人体实验，危害公共安全，以及故意传播致命病原体，科技局特殊事件处理科李文迅，我们接到匿名报警电话，特意前来抓捕你。你所主导的项目已被认定为非法项目，相关证据我们会后续整理归档。李哥，麻烦你把我手机充下电，录进里面有张主任承认罪行的证据，还有林教授被关在4楼最里面的杂物间。陆野，坚持住！医护人员马上来实验室3楼，快！这里有伤者需要紧急救治。陆野，你别睡。怎么跑不动？张姐姐，李牧阳，你们在哪儿？陆野，你可以结束这一切，只要让我解剖你，研究你的大脑，我就能找到控制病毒的方法。结束这场丧尸危机，是你的使命。陆野，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这个0质元素的异类存在，我的实验早就成功了。你是一切的根源。
不是我，这都是你的错！醒了，感觉怎么样？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头痛或者恶心吗？没有被张振华切片研究，我不是在实验室的手术台上吗？我还活着。想什么呢？我们科技局是正规单位，可不是张振华那种疯狂科学家的非法实验室。你就是体力严重透支，有点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碍，就是睡了整整1天，可把我们担心坏了。那李牧阳他们呢？还有宋延江、琪琪，他们都没事吧？李牧阳的感染怎么样了？抗体有没有用？就在隔壁病房，没事。牧阳注射抗体后恢复得不错，虽然记忆和认知功能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人没事。王琪琪守了他1夜，眼睛都熬红了，刚刚才被我强行劝去休息。宋岩那小子更有意思，一边吃着医院的配餐一边哭，嘴里还念叨着终于活下来了，精神头好得很。外面怎么样了？我是说学校外面，学校外面的世界，丧尸危机控制住了吗？情况比你们学校好，但也算不上乐观。根据我们的调查，全球有10几个实验室都在进行类似的质元素增强研究，你们学校只是第一个爆发危机的，但不是唯一一个。不过好在其他地方的实验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大规模扩散。全球这么严重，那些地方的人怎么办？也都被感染变成丧尸了吗？有一部分人感染了，但幸运的是，外部感染规模不大，而且我们联合各国相关部门及时采取了隔离和防控措施。现在所有感染者都被集中隔离治疗，没有出现电影里的那种大规模处理感染者的情况。为什么不直接？你知道的，电影里不都那样演吗？为了控制疫情，防止病毒扩散，把所有感染者全部杀掉，一了百了。那是电影，现实中我们知道感染者只是生病了，而且有治愈的可能。比如牧羊，注射抗体之后，体内的丧尸病毒得到缓解，没有尸变。你学校里的那些丧尸同学，现在都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隔离区，等着抗体批量生产后进行治疗。他们那些变成丧尸的同学，真的都能救回来吗？不会有人永远变不回原样吧？根据抗体样本的分析结果，治愈率在85%以上，剩下15%可能因为感染时间过长或者大脑损伤比较严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但至少能恢复基本的人性和意识，不会再是只攻击人的丧尸了。放心吧，陆爷，人类不会灭亡的，这场危机我们一定能挺过去。而且多亏了你和你的朋友们，我们才能这么快拿到抗体样本和关键证据，拯救了更多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之所以能这么快确定治疗方案，多亏了你们。你们不仅拿到了抗体样本，还提供了完整的感染过程记录，尤其是你那段在实验室的录音，把张振华的犯罪事实、实验细节，还有他背后的资金牵扯都录得明明白白，这可是最直接的铁证。对了，我手机那可是我的公产，不仅录了音，里面还有我珍藏的游戏存档呢，千万别丢了。在这儿呢，放心，没人敢动你的宝贝，已经充好电了。录音文件我们已经提取存档，手机还给你。不得不说，你当时都快被张振华送上手术台了，还能想到偷偷录音取证，这份冷静和机智真的很了不起。我也就是急中生智，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万一我真被他切骗了，至少得留下点证据，让外面的人知道是他搞的鬼，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不然我死的也太冤了。其实我们科技局早就注意到张振华的项目有问题，他的研究数据太反常，而且拒绝接受正规审查，但他背后的关系网太复杂，牵扯到好几个高校和研究所，还有境外资本支持。我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但每次刚要深入调查，就会遇到各种阻力，所以你们的行动，尤其是你那通电话，来得太关键了。有了这些信息，我们才能制定精准的抓捕计划，以最小的代价控制住局面，没造成更多伤亡。我们就是不想坐以待毙而已。看着身边的同学变成丧尸，学校变成人间炼狱，我们总不能一直躲在宿舍里等死。哦，对了，那张振华背后的那些人呢？他们也参与了实验，会被抓起来吗？大部分都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正在接受调查。这次不会再让他们逍遥法外了。陆野同学，你真要火了。等事情彻底结束，
你的事迹说不定会被写进报道，成为少年英雄呢。陆爷，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医生说你只是体力透支，但我还是担心的睡不着觉。该医院的饭简直难吃到爆啊，清汤寡水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就这苹果还能啃啃，补充点维生素。你可算醒了，再不醒啊，我们都要轮流守着你了。宋妍，你这苹果洗了吗？别是从哪个角落捡来的，把丧尸病毒带进来。我刚醒，可经不起2次伤害。我都用消毒液泡了3遍了。陆爷，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变成丧尸了，也拿不到抗体。你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我们，真的很感谢你。班长，咱们都算是过面的交情了，还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当时那种情况，换谁都会这么做的。你没事就好，以后还得靠你给我讲数学题呢。医生说李牧阳的身体需要长期康复训练，可能需要慢慢恢复，但至少人没事，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而且学校那边已经联系我们了，说等这一切结束了，要给我们颁发特别嘉奖，表彰我们的勇敢。嘉奖？啥嘉奖？发钱吗？还是临时大礼包？如果发钱的话，我要去买最新款的游戏手柄。都有，不过在那之前，你们得先把落下的功课补上。落叶同学，你马上就要高3了，可不能因为这场危机就荒废了学业。不是吧？我都拯救学校、揭露阴谋成为英雄了，还要写作业，还要补功课，有没有天理啊？就不能给我放个长假吗？我宣誓，所述均为事实，绝无虚言。陆野同学，请你简述10月26日凌晨在第2中学实验楼3楼实验室发生的事。那天，我和同学李牧阳、江琪琪、宋妍，为了寻找能治疗丧尸病毒的抗体，潜入实验楼。我同意用自己交换抗体，张主任给李牧阳注射了抗体，然后他准备对我进行解剖研究。法官大人，证人陆野在遭遇生命威胁时，利用手机录下了与被告的关键对话。我们申请当庭播放这段录音。准许。你错了，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想想看，如果我能找到压抑质元素却保持智能的方法，就能制造出免疫丧尸病毒的新人类。所以你承认，这场丧尸危机是你一手造成的了？我的本意只是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让他们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你就把全校学生当小白鼠？你以为我想吗？我也是被逼的。如果我不交出成果，我的项目就会被撤资，我的实验室就会被关闭，我10几年的研究就全完了。这段录音清晰证明，被告张振华明知实验存在巨大风险，仍为了个人研究和外部压力，将全校师生置于极度危险之中。全体起立。经合议庭评议，被告人张振华犯非法人体实验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传播病原体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陆爷，你难道要一辈子当倒数第一吗？你相信我，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死之后，你仍然可以继续我的研究，你不一样。把他带下去。张老师，我当然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陆野，你还好吗？还行，就是有点累。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这老混蛋判死刑都算便宜他了。做得很好，这个案子会成为标杆，以后没人敢再碰这种危险的实验了。一切终于结束了。离姓张的那个老狐狸被宣判死刑已经过去了1周，校园还在封闭消毒和重建中，但听说第一批注射了抗体的同学已经恢复了意识，虽然还需要长期康复，但至少大家的命都保下来了。陆野同学，林教授，坐，我就是来看看你。我也就是说了实话而已。陆野，你知道吗？你可能是这场灾难中最大的奇迹。因为我没被感染？不只是这样，你的大脑很特别。我研究了你的体检数据，你的质元素水平确实极低，但你的认知测试结果却显示，你的逻辑推理、空间想象，甚至记忆力都处于优秀水平。所以，我还是个怪胎？不，你是希望。这说明人类大脑的潜能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强大。张振华走错了路，他试图用外物强行提升质元素，结果引发了灾难。但你的存在证明，真正强大的大脑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质元素水平，或者说，你的大脑找到了一种更高效、更安全的运作方式。那我以后还能继续当学渣吗？当然可以，你想当什么都行。不过我得提醒你，下个月学校就要复课了，你的功课……不是吧？我是救世主哎，难道还要考试吗？洛爷，谢谢你，谢谢你救了那些孩子，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科学的另一种可能。对了，如果你对大脑研究感兴趣，等你毕业了，可以来我的实验室。当然，我们不做人体实验，只做正经的科学研究。哎，兄弟们，下个月开学，作业借我抄抄呗。想得美，自己写。我可以教你。我连作业是啥都不知道。陆野，跟上队伍。哎，你让班长走得慢一些啊。哎，陆野。放学后篮球场来不来？来啊！不过先说好，我负责耍帅，不负责进球。谢谢你，陆野。医生说我再做2个疗程康复训练，就能完全恢复了。客气啥？要谢就谢林教授，他改良的抗体太牛了。今天我们讲函数，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表扬陆野同学。这次月考数学及格了。谢谢老师，谢谢江琪琪同学每天逼我做题，谢谢李牧阳班长借我笔记，虽然我看不懂。坐下吧你，净嘚瑟。看见没？年级倒数第2的球技。我求了我妈好久，她终于肯让我把相机带到学校了。我们来拍张照吧。好啊好啊，一起拍，把我最帅的样子记录下来。得了吧你！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厚积薄发，你马上就要是倒数第1了。好了好了，别吵了，我架好相机了，准备啦！